来澳门，我们还没有尝试这边的早饭。今天早上呢，咱们将前往前面的巷子喝一碗粥。这家粥店别看地方不大，只是在一个几米的走廊里，狭窄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除了老板之外，只能走一个人，但是人真的很多。是这个。如果刚才我没有留意到，今天早上我可能连饭都吃不着了。别说如此隐蔽的早餐摊，里面喝粥的人竟然要比外面马路上的人都要多。门口呢还堵着一群想要进去的人。这边卖的生滚粥种类并没有很稀奇，像我们以前经常能够看到的猪杂呀、鱼片呀、肉丸呀，这边都有。想好了自己要点哪种粥，老板会现场给你抓食材，放在锅里和白粥煮一会儿，几分钟吧就可以上桌了。但是做的再快，饭点的时候也赶不上顾客点的速度啊。于是我们决定打包带走。鱼片粥25块钱。这个是我们买的25块钱的鱼片粥，加了一个7块钱的油条。因为里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根本没地方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打包出来吃。想不到这么狭窄的档口，生意一直很好。这个粥看上去就很美味啊，白白糯糯的米粥，加上诱人的鱼片，中间呢撒了姜丝，还有这个香葱。我们迫不及待的尝一口吧。哇，咸鲜度正好，其中的这个大米几乎快融化成水了，舀一勺流下去，米都是成为这种粘稠的状态，熬的已经化了。我们是从上面，然后翻着朝下喝。上面就是因为它有米油，也有这个一些的这个鱼油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使劲翻呢，还能看鱼片，大块的鱼片从下面涌上来。一碗热粥下肚，我们又继续穿梭在澳门的大街小巷。随人群买了一杯瓦宝咖啡。我忘了，我要的是胖的。又垂涎别人手上的蛋挞。吃一口就是有鸡蛋的香甜的味道，而且还有这种淡淡的奶油的味道。一个个门面不大的小吃店总是排起长队，我不禁叹了一声：吃点好吃的，好难。时隔1年，我又出现在了广东的早茶店。这次咱们吃早茶的地方就是后面这家看起来很像大排档的店。怎么说呢？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装修，就是很多人围坐在一起，
喝着茶，吃着点心。外面已经坐了10几桌，我们进去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。这家店别看门脸不大，走进来就像进入了花果山一样，地方特别的大，桌子特别的多，而且感觉每一桌都是在吃酒席。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。哇，哦，这里面还有，我觉得这边上百桌是有的，这只是一个吃早茶的地方呀。拿这个卡到档口讲东西。这个是给我们的牙签，这个是我们拿的，到那边去点东西，走吧。这一屉屉的小点心，别说我们认不全，怕店里的人也不能够完全叫得上他们的名字。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点心大约有多少种啊？品种有200多，差不多有300多品种，大很多了。点心的品种是特别的多，但是它不可能200-300个品种呼呼的全摆出来。咱们现在就是看到什么喜欢吃什么，然后拿什么。我拿个虾饺。对，有牛仔骨吗？拿1笼。哇。我们鸡勺、麦卡、凤爪啊、金钱肚啊，你炸有冇啊？那也不还有吗？我再到那边去点。谢谢。这还有很多的点心。咱们这次早茶的内容是牛仔骨、虾饺、皮蛋瘦肉粥，还要了1盘的凉菜。因为我们不太懂茶嘛，就让阿姨随便上了1壶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茶，反正品就是了。你看这边的点心都是放在这种小竹笼里的，像这个虾饺就是4个为1笼，拿1屉就可以了。这个呢就是牛仔骨，里面还是放了一个的小盘子，能够看到这个牛仔骨是4-5块的大骨头，里面还放了一些的花生。尝尝这边的虾饺，看虾饺嘛，就是看上去外面是透明的，看到里面的馅儿，鼓鼓囊囊的馅儿。这一个虾饺下去，一个大虾仁就出来了。吃这么一口虾仁，还是感觉到很幸福的。接下来我要隆重介绍今天最难看的牛仔骨，但是也是最好吃的牛仔骨。它虽然说外面黑黢黢的，但它是黑椒味儿的，吃起来虽然说有点油，但是味道真的不错。黑椒当中还带有一点麻和辣的味道。刚吃下去第一口就流口水了。这应该是我喝过料最多的皮蛋瘦肉粥了，碗大，而且里面的瘦肉很多。我不知道大家最常喝皮蛋瘦肉粥的地方是哪里，我是在肯德基最常喝这个，但是两者真的是差距很大。它这里面是放了这个皮蛋呀，还有肉，你喝一口不仅有大米的绵软，还有一口的香甜。我们又闯入了老年人的天地，现在是早茶时间，和很多的爷爷奶奶在这边一起吃早茶。
经吃完点心了，接下来的时光就是倒杯茶，品味一下接下来美好的时光。同样是老太太，你看人家就在这边喝早茶，我奶奶早上起来就去超市门口抢鸡蛋。